我的丫鬟好聪明，在我帮太子登基的路上，不绿茶不莲花，蛰伏在我身边，学我医术，防我芳华，一步步成为太子的白月光。等我治好他脸上那块丑陋不堪的胎记后，他将我残忍杀害，直到死后我才知道，他才是侯府真千金。重生归来，我选择亲手拆穿自己假千金的身份，让这对野鸳鸯提前相遇。没有我调的药膏，帮沈莲除去脸上胎毒，恢复容貌。我倒要看看太子还会不会对他情根深重。在我戳穿自己假千金的身份后，很快沈母就派人接了真千金沈莲回府。这时沈母才知道，原来这出闹剧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夫君。沈母红着眼眶向沈父问道：老爷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我养15年的千金大小姐，竟然是别人的孩子。唉，软软她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又是慕仙山圣医的得意弟子，饱读四书五经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姿态丽仪，端庄淑贤。你对这样聪慧又容貌出娇的女儿还有何不满？将那孩子找回来做什么？沈母怔住了。老爷这话怎么让我听不明白了？你自个儿看过了他再说吧。沈母心存疑惑，很不明白沈父的反应。等见到了沈莲面纱底下的真容后，沈母险些晕死过去。沈莲脸上的黑色胎记不但没有因时间而淡化，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胎记颜色更深，实在是奇丑的吓人。这哪一点和他像了？沈母只远远看了一眼，就赶紧转身回自个的院子。沈父言语冷静地回答沈母：他脸上的那东西是天生的。回想起15年前的夜，沈父叹了一声道：你也知道，我沈家与别的家族不同，你怀最后一胎的时候，整个家族乃至皇后娘娘都盼着是个女胎，确保将来可以将凤后之位从沈家延续下去。可那个孩子长成这副模样，我怎敢拿去给皇后娘娘交差？沈软比我们的孩子早出生3日，且是足月出生。我看她相貌极好，长得白白嫩嫩，一脸福气，那样的长相才应该是我们的女儿，便将那户人家的孩子要过来。如果夫人真的想把她接回沈府，也不是不可，便对外称她与软软是双生姊妹，排行老2，因自幼体弱，一直留在庄子上养病，如今到了及笄的年龄，回京议亲。至于沈软，她必须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，未来的皇后。腊八积雪消融，沈家嫡女行及笄之礼，站在对面长廊的少女往观澜园内望去。那个射箭的女子是谁？说话的女子正是沈母刚接回府的亲生女儿沈莲。她化妆将黑色胎记完全遮住，露出一双狭长的美眸，这样一看也是美人。她小心翼翼地看向人群，大丫鬟禅灵回道：二小姐，那就是大小姐呀。沈莲盯着被众星捧月、五官精致的我，不自禁地说：她真厉害，长得真漂亮。若是她也能拥有一张细腻无瑕的脸就好了。大小姐不只会步射，还会骑射，投壶蹴鞠也很厉害，学过四书五经，还会吟诗作画。最厉害的是，大小姐还精通医术。精通医术，她下意识捂着自己的脸庞。这时身后传来了男子的声音：你就是沈妹妹吧？沈莲倏地回身，心脏猝然一紧。站在她面前的男子相貌俊美，长身玉立，宛如天上谪仙，令沈莲怦然心动。是太子殿下，快给太子殿下行礼。说完，禅灵就给商国太子百里尘行礼，而沈莲也赶紧低下头，照着禅灵向百里尘行礼，再不敢抬头露出脸上半点胎印。见过太子殿下。他暗暗庆幸今日府里的妈妈为他上妆，盖住了脸上的胎记，只要不全露出那一片，就看不出任何端倪。今日是你及笄，姑特意准备了礼物来找你，你看可还喜欢？李长福呈上一只九尾凤钗，那凤钗上面的凤凰冠镶了3颗精细小巧的红宝石，很是刺目好看。沈莲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头饰，这竟然是送给她的。禅灵也暗暗蹙起了眉头，心生疑惑。沈小姐，快收下礼谢恩吧。沈莲回过神来，双手接过李长福手上的九尾凤钗。谢谢太子殿下。这枚九尾凤钗是母后亲自让姑送到你手里的。沈妹妹，等你及笄礼后，母后会召你父母入宫，议你与姑的亲事。沈莲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，她要和太子殿下成亲。到时母后会接你入宫，先熟悉一下宫中环境和规矩。你莫怕，一切有姑在。我走的时候才9岁，如今15岁，2人有6年没见面了。百里尘看到沈莲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错认成了我。这时，对面又传来了女子的欢笑声。百里尘看向对面那穿着红衣大盔的女子，暗暗摇头，空有一副美貌，却丝毫没有大家闺秀的礼仪，站没站姿。幸好她未来的太子妃不是她。沈小姐，是太子殿下。玩闹的贵女们突然看到从对面长廊走到观澜园的太子。我看到沈莲低着头走在百里尘的身后，她今日妆容修饰倒是很好的，盖住她的胎记，看起来也是个江南美人。
小巧玲珑，更能让男子产生保护欲的类型。而后，我的视线落到沈莲手上拿着的那件锦盒，盒子上放着一枚十分显眼的九尾凤钗，那是皇后亲自命人打造送给我的吉吉礼。落到沈莲的手上也不奇怪，莲被接回沈府至今，沈家还未对外宣布沈家二女儿的身份，所有人都以为沈府只有一个嫡长女。百里尘怕是把沈莲错当成了我。太子表哥，好久不见。你是谁？百里尘不喜我唤他表哥，更不喜我如此轻浮的姿态。我看出了百里尘眼底的不悦，却当作没有看见，笑容不减地回道：太子表哥，我就是沈阮啊。你是沈阮？百里尘下意识回头看向身后的沈莲，又看了看我，随之再次回头看沈莲，问道：那他是谁？沈莲心头巨震，捏着锦盒的那双手如火在烧。太子殿下，她是臣女的双生妹妹，叫沈莲。今日是臣女与妹妹一同过吉逼礼，臣女的父母也正打算借今日家宴，向众人宣布接回臣女的二妹妹。百里尘在沈家双叔身上看花了眼，我的美一眼就能让人从人群中挑出美的带有攻击性，而沈莲的美，他刚才只看到她一双眼睛，只觉得她眉眼如画，美的朦胧娇小，楚楚动人。可能是先入为主，百里尘更喜欢沈家嫡次女沈莲。莲儿妹妹当真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颇有沈夫人的端庄秀雅之姿。反之，她的目光轻飘飘在我的身上，尽管我也很美，美得像一朵惹眼的牡丹花，可是我太过世俗圆滑，她一点都不喜欢。她就喜欢沈莲濯清廉而不妖的性子，不随波逐流。而我听到百里尘赞赏沈莲的话时，嘴角抽了两下，两世初见，一见钟情。只是前世百里尘初见沈莲的时候，沈莲脸上的胎记已经被我医治好。他痴迷她的假才学，沉醉在她现学现卖的贵女之姿，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而这一世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沈莲那般唯唯诺诺的模样，竟也能成百里尘眼中的君子兰，我简直快被逗死了。这时，沈家众人匆匆赶往观澜园迎接太子百里尘。百里尘站在长廊台阶上，看向众人道：免礼。随着众人的谢恩声落下，百里尘又开声道：沈大人好福气，一株双拼莲，长女如高岭之花，次嫡女如皎月温软，何不趁此机会向众人宣布沈家二女的风采？沈父笑了笑，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沈莲手里拿着的九尾凤钗。长女沈阮在外学医6年，复读4书5经，精通药理和医术，习得世家礼仪，上马能骑射，下马能执笔。阮姐儿，还不快向太子殿下行礼？他特意将我拎出来，就是想让百里尘好好看清楚长女的风采。哪知道我脚步还未挪一下，百里尘就道：姑方才已经见过阮儿表妹了，阮儿表妹的射术的确精湛，倒是莲儿表妹独自一人立于屋檐。听阮儿表妹说，莲表妹自幼体弱，一直被娇养在庄子里。沈父又朝沈莲那儿看了一眼，眉头微皱，却不显声色，面上笑容不减。看来阮阮已经和太子殿下说过莲儿的事。说到此，沈父叹了一声：实在是当年微臣与夫人也没料到这一胎竟是双生花，只是莲儿生下来时身子骨太过娇弱，无法长途跋涉随我们回京，便留在附近的庄子。这10几年来，汤药断断续续不曾断过。沈莲突然打断了沈父的话：我没有病啊，我也不需要吃药，我身体健康的很。沈父僵化在原地，还从未有人敢当众打断他的话，扫他颜面的。他眉眼一顿，犀利幽冷无比的目光落在沈莲的身上，沈莲却不自知。禅林吓坏了，赶紧上前拉住了沈莲。我心中冷笑，却快步走到沈莲身旁，拉住了沈莲的手就场。父亲是说，妹妹在庄子上养好了身子，如今身体康健，恢复如常人，无需再用汤药。沈父脸色缓了缓，百里尘听了我的话，心中更加爱怜沈莲。莲儿妹妹这身子，纵使是养好了，也还需再多养一养。女子便是一朵娇花，疏忽不得。是，太子殿下说的极是。沈父接话，心中却早已对沈莲生出不快之意。沈莲不但无知，未察觉到错意，反而在百里尘一段好言蜜语后，满眼痴迷地盯着百里尘。沈父恼意更甚。就在此时，一群公子哥的到来打破了微妙的尴尬气氛，众人纷纷望向长廊的尽头。那不是郑国公府的谢小公爷吗？真的是谢小公爷，没想到他也会来参加沈家家宴。我心头猝然揪得紧紧的，连双手都不自觉地攥紧拳头，目光灼热地望着谢玉锦的方向。对面的长廊走来一群少年郎们，他们个个穿着锦袍，衣着华贵，佩玉环身，虽各有风采之姿，却都散发着世家勋爵公子哥的得意与骄傲。
而谢玉锦走在人群的最前面，她身穿深蓝色大捆，貂皮毛领包裹着她精瘦的颈部，衬得她五官格外俊美出众，走路步伐沉稳，气质如玉，转眼间就来到了主长廊。那张惊为天人的俊颜，令在场老老少少无不是暗暗惊艳了一把。镇国公府的谢小公爷，当真是举世无双的公子。太子百里尘与他站在一块，都要黯淡许多。而众人此刻见到的谢玉锦，亦是身患重疾前最好的年华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在他及笄后不久，景隆帝便会派黄承思前往怀州府查海盗一案。谢玉锦身为黄承思督主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办案过程，他遭到同僚暗算，身受重伤，掉入淮江河里失踪了半年之久。谢家人寻找谢玉锦的期间，沈家长子沈承霄接替了黄承思都督一职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谢玉锦，你可来晚了，待会儿要罚酒。应该的。谢玉锦温和的回应。沈父笑道：太子殿下，观梅亭可看戏曲，不如去观梅亭坐吧。好。随着百里尘一声落下，沈父带领着大臣家眷前往观梅亭。谢玉锦视线扫过我时，我赶紧低下头，不敢再多看他一眼。没一会儿，那深蓝色的身影从我面前走过，随着人群消失在拐角处。心口莫名的疼痛令我忍不住抬手揉了揉，又抬头望向谢玉锦离开的方向，暗暗轻叹了一声，自嘲暗讽自己，你如今和他只是陌生人，只要能让谢玉锦避开怀州府的风险，就能改变他和谢家的命运。沈莲拿着九尾凤钗走过来，姐姐，我有话想和你说，我们能不能去那边聊？好啊。我眉眼含笑，瞥了一眼九曲廊的方向，九曲廊外便是湖，沈莲约的地方还真是不错。走到九曲廊，沈莲就开门见山地说：你能不能把太子殿下让给我？跟在我身边的花荣和花景两个贴身婢子被震惊了。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二小姐说出这种话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我却一点都不意外，只是我没料到沈莲如今的处境，还敢为自己争取太子妃之位。凭她脸上的胎记，是无法嫁入东宫当太子妃的，就是做太子的侍妾都不够格。可沈莲不但没有自知之明，反而还要我把太子让给她。沈莲见我半天不说话，又道：我知道，沈家所有人都准备把姐姐送入东宫做准太子妃。方才父亲单独向太子殿下介绍姐姐，轮到我时，父亲便将我贬得一文不值，还借口说我体弱，有意告诉太子殿下我身子不健康，蓝铜替一阶的美好，好让太子殿下选择姐姐。我当时是心中很生气，若不是看在姐姐的面子上，我亦是准备与父亲好好理一理。他们把我弄丢在外，害我在外吃了那么多苦头，如今又对外编了一些对我不好的言论。幸好太子殿下看破人心，并未听进父亲那些话，当然也有姐姐方才的解围。我觉得姐姐你是个识大体的人，好说话，所以我才会来找姐姐。四周无人过来时，沈莲腰板也直了，偶然间看到湖面上的倒影，深深沉醉在她如今这张盖着上好脂粉的脸。沈莲若无这块胎记，长得和沈母一样，也是个美人胚子，只是如今有我在，她成不了。我看着沈莲蠢样，低嗤一笑。凭什么要我让给你呢？沈莲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她以为沈软好说话，方才在众贵女面前介绍她的时候，她还亲密地拉她的手，如今看来，她也并不好相与。姐姐看不出来吗？太子殿下他在人前处处维护我，他还将九尾凤妻亲手送给我，说做我的生辰礼，而且他还当面跟我说，等回宫后便要与皇后娘娘商议接我入宫，先熟识司宫中的环境，他要娶我当太子妃。你就这么想当太子妃？沈莲赶紧点头。我看得出来，家里所有人都不喜欢我，他们只喜欢大姐姐。大姐姐就算不当太子妃，也能嫁个家世顶好的男子。我方才就发现，许多公子哥都在看姐姐，他们对姐姐露出了爱慕之情，包括那位什么什么镇公府的小公爷也在看姐姐。话音落下，我就感觉不远处有两道炙热的目光，我下意识抬头望向对面观梅亭的方向。谢玉锦站在观梅亭2楼，垂望九曲廊，手中的帕子被我捏成了一团。我收回目光，再看沈莲，捕捉到了沈莲眼底划过的一抹诡异金光。若是姐姐我不让呢？沈莲慌了，若是沈软不让，再加上沈家人的支持，她还真是一点胜算都没有。姐姐你又何必自寻苦楚？强扭的瓜不甜，太子殿下并不喜欢你。谁说我喜欢吃甜瓜了？妹妹怎会如此天真？入了后宫，你莫不是还指望着太子殿下日夜望着你，待你含情脉脉，至死不渝？你看看我们的皇后姑母，她执掌的后宫底下有多妃嫔。我身为沈家嫡长女，知道自己肩上担负着什么职责。我不在乎太子喜不喜欢我，
沈家的人也不会在乎，他们只在乎太子妃，只要是我就成了。既然妹妹那么喜欢太子殿下，待我嫁入东宫后，便许太子殿下纳你为妾。不，谁要做妾了？沈莲情绪高涨，用力抽动自己的手，却没能从我的手里抽回来。这样你就受不了了？你拿什么来跟我比？就区区一枚九尾凤钗吗？你知不知道皇后姑母每年都会送凤玉珠钗到我衣门下？接你回沈家生活了10天半个月，就忘了自个儿是从哪里爬回来的。你也不看看，你是个什么丑东西！丑东西3个字刺进沈莲的心里，揭开她隐藏在黑暗的丑陋面纱，令她不堪愤怒。看着沈阮那张白皙如玉的娇颜，心底一抹邪恶的想法滋生。若是沈阮这张脸被毁容了，她就和她一样，什么都不是。我看出了沈莲的动机，继续冷嘲热讽。你知道当年爹爹为何把你扔了吗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是因为你长得实在是太丑了。沈莲受不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，用力推开我。前来禀报的下人压低声音在沈老夫人耳边说：“老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小姐把大小姐推下水了。”你说什么？沈老夫人惊呼了一声，席上众人纷纷看向沈老夫人的方向。沈老夫人强挤了一抹笑容，说道：“没事，你们继续用席。”她赶紧起身往外走。人现在在何处？谁把大小姐救上来的？已经送回大小姐的琳琅阁。当时谢小公爷在场，大小姐被二小姐推下水后，那谢小公爷第一时间跳入河里救回了大小姐。沈老夫人心头一颤，被男子碰过的女子名声就坏了。除了谢小公爷，在场都还有谁？奴婢过去时，身边只有花荣与花景，那2个丫鬟也下水捞大小姐了。谢小公爷也很识趣说，只当是那2个丫鬟救起了大小姐。当时奴婢看四周也没别人，都是咱们沈家的奴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快去把那孽畜抓回来！沈母得知沈莲推我落水的事情后，第一时间赶回琳琅阁。没一会儿，沈莲就被2个丫鬟强行拖入琳琅阁内。可沈莲挣扎得很厉害，不停挣扎大叫：“不要碰我，我自己会走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沈母被这般不知礼数的尖叫声烦扰的从我卧房冲出来，一巴掌甩在沈莲的脸上。闭嘴，吵死了！她怎么会生了个这么愚蠢无知的女儿？沈莲被一巴掌打落在地上。这时，花荣和花景被宋嬷嬷带入屋子。老夫人，夫人，二小姐她当真是疯了，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不知羞耻之话来羞辱我们大小姐。沈莲身子一僵，一脸不敢置信地回头看花荣。花景口中的事件怎么与发生的不一样？她什么时候羞辱沈阮了？明明是沈阮她羞辱她。沈老夫人从内室里走出来，一脸阴沉地喝道：“她说了什么？”花景看向沈莲，大声回道：“回老夫人，二小姐让大小姐把太子殿下让给她，这也叫羞辱！”沈莲大声嚷嚷道。花荣生气地看了一眼沈莲，一边抹着眼泪道：“大小姐与二小姐讲道理，说婚姻之事全凭家主与夫人安排。二小姐便说家主与夫人偏疼大小姐，自是要送大小姐入东宫当太子妃。大小姐已经得了那么多宠爱，就算不嫁太子殿下，家主和夫人都可以为大小姐寻到顶好的男子。”接着花荣继续说道：“今日来咱们府上的世家公子，个个都看大小姐，对大小姐生出爱慕之情，还口口声声说太子殿下不喜欢大小姐，只喜欢二小姐。之后二小姐就把大小姐推到湖里，还大喊大叫。若不是宋嬷嬷来得及时，拦下了二小姐，避免外男进入九曲廊看到大小姐落水的画面，大小姐还不知要被羞辱成什么样。”花荣、花景一番阐述后，沈莲并不觉得自己有错。难道我说的有错吗？何来羞辱之说？太子殿下喜欢的是我，根本就不是。砰！沈老夫人拿起桌面上的茶杯，重重地砸向沈莲，尖叫的惨叫声也随之响起。沈莲捂着自己的脸，避开了飞来的茶杯。可她这一个举动，让沈老夫人心中更加羞恼。世家贵女哪里养得出你这种高鸾谄媚之话，偏你说得出口？还有脸在阮姐儿面前大放厥词，污了我阮姐儿的耳朵！沈老夫人气不过来，就因沈阮自查出不是沈家嫡女，沈母冷落了沈阮10天半个月。沈老夫人看在眼里，念在沈莲也没犯过错处，沈老夫人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哪知道沈莲回沈家才半个月，竟生出这么大的野心。这就是你执意要接回来的野蛮粗鄙的沈家嫡女？你看看她这样子，哪有半点嫡女风范？拿什么和我的阮姐儿比较？你想让沈家败在这种蠢货手里？沈母脸色十分难看，她这些日子教导的规矩都白教了。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
还在后头。沈莲受尽沈老夫人的难堪后，冲着沈老夫人发火：我什么模样还不是你们沈家给的？是你们要把我接回来的？难道是我求着沈家的人来寻我，把我接回沈家的吗？话音落下，屋子里众人皆是倒吸了几口凉气，用着惊诧又怪异的目光看沈莲，连沈老夫人都被沈莲恶劣的态度与粗鄙不堪的言语怔住了。她竟敢不遵孝道顶嘴还嘴，沈母更是被沈莲的言语震得脑海一片空白，失声怒喝：沈莲，快跪下来和你祖母道歉！是她不尊重我在先，我凭什么跟她道歉？大姐姐可以在沈家娇养长大，而我却流落在外。要道歉也应该是你们沈家给我的。沈母听不下去了，一巴掌狠狠打在沈莲的脸上。沈莲在原地旋转了几圈，就重重跌在旁边的桌椅上。这边沈母被气得不轻，也后悔把沈莲留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沈家长子走入房间，沈母看到长子沈承霄到来，面红耳赤地指着沈莲：快把他送出府，送走，只当我沈家没有他这个女儿。快！沈莲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她才刚得到这一身荣华，她不想离开这里。不要，我不走！娘亲，娘你不要再把我扔了！沈莲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也没想到这么一闹会让沈母直接放弃她。她扑到沈母的脚边，撕心裂肺的大叫。沈母感觉自己脚下粘着湿哒哒的脏物，恶心的她反胃想吐。沈莲的无知粗鄙令沈母对她仅存的一点母女之情全然消失，只剩下满腔怒火。快把她拉开，送她出府！两个粗使婆子强行把沈莲从沈母脚边拉开，沈莲挣扎的厉害，也叫得很厉害。我不走，这是你们欠我的！在她快要被拽出房门时，沈莲抓住了沈承霄的衣摆。哥哥救我，我不想离开沈家，我不要走！沈承霄淡淡扫过沈莲的手，居高临下的看她。老大，不能放了她，她把阮姐儿推下池子，阮姐儿至今还昏迷不醒，沈家绝不可能再留下她。沈老夫人回头看向床榻上昏迷的沈阮，伸手拉住了沈阮的手，愤慨地瞪看沈莲。沈承霄深锁眉头，看着沈莲那半张如夜叉的脸，抬手揉了揉眉心。祖母、母亲，我是来告诉你们，太子殿下他执意要选二妹妹做太子妃。什么？太子殿下看上了这样的人？说完，沈老夫人又回头看沈阮那副天仙之姿。太子是瞎了哪只眼睛，看上沈莲？此事父亲在极力游说，明日还要入宫与皇后姑姑商议太子妃一事，先暂时留下她，把她禁足在院内，等此事定夺再处置她也不迟。沈莲身子打了几个寒战，这次她没有再反抗，因为她知道沈家的人暂时不会再扔了她。而沈家父子本以为此事还有迂回之地，谁知家宴刚结束不到3个时辰，皇宫里就送来了一道赐婚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尚书府嫡女沈莲品貌出众，秉性端淑，赐婚太子为太子妃，则良辰完婚。沈父听到圣旨内容，一口老血险些吐出来。他们沈家耗费15年心血培养出来的沈家嫡长女，最后太子竟选择了粗鄙不堪、不识礼数的丑东西。尚书大人，夜深了，太子殿下已经歇下了，你有什么事，明日再和太子殿下说吧。东宫，李长福阻止沈父入内。沈父推开李长福，踢开长青殿，闯入了太子的寝宫，重重跪下。太子殿下，你杀了微臣吧！百里晨猛然从床榻起身，掀开帷幔，看到沈父手持剑气入殿，脸色变了变。舅舅，你这是何意？沈家嫡次女沈莲自幼体弱，一直被养在庄子上，不受礼教约束，行为粗鄙、无知、丑陋，不识礼数，日后铁定会令君心大怒，株连九族。不如你现在给罪臣一个痛快！百里晨不赞同地皱起眉头，这也让他更加怜惜沈莲的处境。是以沈父说了那么多，百里晨只看到了沈家人对沈阮的偏爱。沈大人，姑知道手心手背不一样，可你偏袒长女偏袒的太过了。姑就喜欢沈二小姐这般不拘礼节、自由率真的性子。太子殿下，并不是罪臣偏袒长女而疏忽次女，也并不是罪臣恶意贬低次女，实在是次女上不得台面。怎么会上不得台面？百里晨心生了恼意，倏地从床榻站起身，朝着沈父那儿走前了2步。姑今日在沈家家宴见到沈二小姐的时候，她知礼温婉，她是没有沈大小姐跳脱活泼，也许她也不擅长骑射剑术，不懂蹴鞠玩耍之物。可姑要一个全能的太子妃做什么？如沈二小姐那般安静的性子，更像姑的母后，也更能沉下心来做好一个太子妃，执掌东宫事务。姑就知道你们沈家一心将沈大小姐塞入东宫，所以姑从沈家回来后，
便向父皇求了一道赐婚圣旨。沈大人莫不是想抗旨？罪臣不敢。那你持利器入东宫是要做什么？难不成你想逼着孤另娶沈大小姐为太子妃？如此，百里晨对沈阮的印象更加不好，怕不是那沈阮在家中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获得沈父入宫逼他。这样一想，百里晨觉得很有可能。孤告诉你，孤不会去沈大小姐做太子妃，你们也好早为沈大小姐另寻高门，莫再给她期望。太子殿下，百里晨以为沈父还不死心，心中动了怒火。沈大人，这就是孤的决意，你莫要再逼孤让母后左右为难。罪臣没有要逼太子殿下的意思，罪臣是想问你。他缓缓抬头，目光坚定地看百里晨。你当真要沈莲为太子妃？是，孤心意已决，她是孤选的人，无论她什么样，孤会亲自调教，让她成为令沈家满意的太子妃，绝不让沈大人失望。沈大人，请回吧。好，太子殿下既然选择了他，日后殿下可莫要后悔。沈父朝他拜了拜，起身就离开了东宫。李长福快步走前，这沈大人偏心偏的也太厉害了，为了沈家嫡长女，竟连夜持剑入东宫。沈大人可是满朝文武最守礼法的人呐。百里晨冷着脸，本就对沈阮没什么好感的他，此刻竟十分厌恶沈阮。孤真是小看那沈阮了，给孤宽衣，孤要去一趟母后那儿。那边沈父前脚刚踏入沈家大门，后脚宫中就来人了。这次来传旨的还是乾清宫大内总管赵毅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尚书府沈家嫡长女沈阮，温婉端庄，博学多才；镇国公府嫡长子谢慈，英勇善战，仪表堂堂。兹指婚二人珠联璧合，则良辰吉日完婚。刚下马车的沈父险些被门槛绊倒，一时间沈家也不知该喜还是该悲。大小姐醒了，大小姐醒了！我醒来时已经从花荣口中知道赐婚一事。沈老夫人守了我许久，我睁开双眼看到的便是老夫人那双通红的眸子。而沈父得知我醒来的消息，第一时间到琳琅阁。他站在床榻前，看着眉眼睛才艳艳的长女，眉头深深锁紧。太子已定你妹妹为太子妃。爹爹，我知道了。祖母，这是天大的喜事，是好事。无论殿下选谁，只要是出自咱们沈家的女儿就够了。我没想到事情会那么顺利。太子不是喜欢沈莲吗？那我就直接把沈莲送到太子面前，没了我这个阻碍，我倒要看看二人还会否有偷情时的刺激感。面对粗鄙不堪、丑颜无比的沈莲时，太子会否做噩梦？阮姐儿，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怎能拿来和你比较？祖母，妹妹是因为我才会流落民间，是我占了妹妹的身份和地位，礼仪规矩都是可以教的。婚期还未定下，沈家还有很多时间，请管教嬷嬷仔细教导妹妹。至于妹妹的另一处缺陷，我明白爹爹与祖母的担忧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尽我所学，看能不能帮妹妹医治好脸上的胎记。可以治？沈父眼眸再一亮，若是次女脸上的胎记能够去掉，那就无后顾之忧了。我看向沈父说：爹爹，女儿可以试试看，但不能保证能够去掉胎记。不过，沈老夫人直接从凳子坐在了床榻边。好丫头，你快说吧，莫让你爹爹心急。若能治好，便是眼下最好的局面了。我在木仙山医门内曾翻阅过一本古籍，里面就有一个方子，可做成一块药膜，贴于人的面部，盖住人脸上的疤痕、创伤或是胎记。那可否去掉或淡化胎印？不能的，祖母，不能的，祖母。这个方子只能短期用，不能长期用，里面含有麝香，用久了恐会有绝嗣的风险。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但可以暂解了妹妹眼下的困局。赐婚后，皇后娘娘必定会召妹妹入宫。我话落，沈老夫人与沈父互对视了一眼。你方才说可以试试治你妹妹脸上的胎记。是，我可以一边治，一边为妹妹制出药膜。药膜是应急所用，需由专人看着，莫让妹妹长期久用。听到这话，沈老夫人暗暗松了一口气，也不等沈父仔细考虑，就说道：那就这么决定吧，等你恢复了身子。祖母，我身子没什么大碍，我打算明日回一趟木仙山，向我师父要那本古籍，顺便问问师父有没有什么法子治好妹妹的胎记。不如直接带你妹妹一块上木仙山找你师父李仙医，由你大哥护送你们去。一切全凭父亲安排。沈阮微微低垂眼眸，眼底划过了一抹冷意。沈父这事信不过我呀，不过没关系，
木仙山与怀州府相邻，我这一趟可不是为了沈莲，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沈父敢在城门刚宵禁时，让长子沈承霄先送沈莲上木仙山求医。要不怎么说沈父是官场上的老狐狸呢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们此时避开他，直接送沈莲上木仙山求医才是沈父的手段。人人都知道，原本要被送入东宫的人是我沈阮，我样样比沈莲出众。最后太子却选择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沈家嫡次女，估摸着沈父也怕我心生妒意，借着医治之名害沈莲，这才绕开他先行。毕竟我确实没想过医治好沈莲脸上的胎毒，沈莲这一趟可没那么顺利呢。你祖母终究是担心你落了水，身子没好全，便让你大哥直接带着你妹妹去木仙山了。你就暂时不必回木仙山，今日陪娘上普华寺祈福。沈母亲自过来寻我，说话时拉着我的手，又恢复往日母慈子孝的画面。我低眉顺目，温婉回道：“还是让家中长辈担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陪娘上普华寺走走。”我去叫人安排马车，你祖母让你过去陪她用早膳。好，娘亲。我前往西河堂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前来尚书府的百里尘。他所走过之处，府中下人纷纷跪在一旁，给他行礼。我见他走来，也在原地停留，给百里尘行礼。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原本没有注意到我的百里尘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站在台阶下方的女子。沈大小姐，姑知道你的心思。百里尘双手负背，言语透着训斥与不耐。过去15年，沈家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连母后都很喜欢你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如今没有得到你想要的，心里不平衡，姑能理解。我微微抬头，像看一个傻子的眼神，瞥了百里尘一眼。百里尘却以为我在向自己抛媚眼邀宠，他眉头蹙紧，一脸不喜。可不是人人都像那些喜欢你的人一般世俗。姑以前为秀京城陈氏说了一些让你误解的话，你今后莫要当真。姑和莲儿表妹的亲事已成定局，你以后不要再这种事情。姑不想让莲儿表妹误会。哦，我轻轻地应了一声。百里尘又看了他一眼，见我无话可说，就从我面前走过。我起身往西河堂的方向去，可走着走着，我就发现他和太子走的是同一条路。沈阮，你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？我暗暗翻了一个白眼。太子殿下，臣女不知哪里惹得太子不快。我说完，直接越过百里尘，快步朝西河堂走去。跟在我身后的百里尘脸色更黑了。我走入西河堂，为沈老夫人请安。百里尘随后步入大厅。沈老夫人见到太子后，立刻起身行礼。百里尘上前扶着沈老夫人，说道：“怀祖母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无需多礼。”太子殿下怎得大清早出宫来，还和他的软姐一块来西河堂？百里尘看了不看沈阮，扶着沈老夫人坐下。外祖母，母后想见见莲儿表妹。姑知道莲儿表妹初次入京，特意出宫接莲表妹入宫。听到这话，沈老夫人被吓得不轻。那丑东西一旦进宫，岂不是完了？你莲儿表妹昨夜旧疾发作，城门刚宵禁，便让程潇送她去木仙山寻李仙医了。不如臣妇让阮姐儿先入宫给皇后请安谢恩。百里尘眉眼间的那抹厌恶之色加深，看向我的眼神越发深沉冷漠。木仙山可是阮弟妹所在的那个医门？是啊，李仙医就是阮姐儿的师傅。你看此事，外祖母，你不该瞒着此事，贸然把莲变妹送出京城的。姑这就带着太医去木仙山接回莲表妹。沈老夫人坐不住了，可现在百里尘摆明了不信任沈家，认为沈家故意送走沈莲，好把我送入东宫。沈家的人越是如此，他对沈莲就越发怜惜。快，阮姐儿，你快想办法拦下太子殿下。祖母莫急，俗女这就去找太子殿下，好让他快点去接回沈莲。我刚走出西河堂，百里尘就在外面的亭子等着我。看到他走出西河堂，百里尘大步上前，怒斥道：“沈阮，你真有心机，哄骗你家里人，将你妹妹送到你的医门。你以为姑不知道你那暗杀手段？”我用食指揉了揉太阳穴，他哪里看出我爱慕他成痴，让他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误会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那太子殿下赶紧快马加鞭去追啊，没准现在还能在半道上追回来，救回你的心上人。”百里尘克制着体内的怒意，不再和我争执，转身快步走出亭子。可是没一会儿，他又折返回来，对我没好脸色地说道：“你和谢玉静的婚事，姑会让母后早日定下。”话音落下，百里尘甩袖离开，没一会儿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可他刚走出沈府大门，李长福就走过来，面色凝重地对百里尘说：“太子殿下，押回上京的江家嫡幼子逃了。”百里尘本就阴沉的脸整个耸拉下来。逃了？皇城司可收到消息了。王德全第一时间向奴才禀报此事，
不过黄承思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此事。江林怎么逃的？御林军中有奸细，把江林给放了。不过江林中了一箭，正中要害，跑不了多远的。你立刻派人去木仙山把沈二小姐接回京，姑亲自去抓江林。话音落下，百里晨就翻身上马，双手拉紧了缰绳，快马加鞭赶往押解江林入京的军队。这边沈母从沈老夫人口中知道百里晨要前往木仙山接回沈莲一事后，立刻派二子沈承闯拦下百里晨，但沈承闯很快回府了。太子殿下去御林军队了，听说江家嫡幼子逃了。母亲，你还要带妹妹去普华寺吗？沈母听到此话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去吧。御林军的士兵在上京城校外四处扫荡，连附近的村庄小镇都不放过。我跟着沈母赶了一个时辰的马车，刚从马车下来，就见一群有20-30人的军队直闯入普华寺内。沈母下意识拦在我面前，而我的目光落在那些闯入普华寺的御林军们身上。御林军队是江家在南边建立起来用来对抗大辽的军队，江家3代家主皆为御林军的将领，军队中有不少江氏男儿用他们的汗血与性命守护南边白虎关。大辽早已不是商朝的对手，太子便眼热江家军，遂往江家按了一个投敌叛国罪名，灭江氏满门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江家满门绝后，下一个便是手握10万兵权的镇国公府谢家。如今太子想要找的那个人定要保下来。娘亲，那些官兵像在找什么人？沈承商从马背上跳落，叛贼之子江林在回上京途中逃走了。妹妹莫怕，有二哥陪着你和娘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就跟着娘，别到处乱走。沈母下意识拉着我的手，带我一起走入普华寺，顺利进入普华寺菩萨殿。沈母跪在蒲团，闭上眼眸，双手握着求签筒，虔诚向菩萨诉说心中所求。我与沈承承跪在沈母的身后，我一时合上双眼，求签筒上的签子啪一声掉落在地上。我与沈母同时睁开眼睛，沈母伸手拿起地上的那支签，先看了看上面的签文：彼岸2生花，画一佛一魔，手持万魂帛，落笔满门窟。她缓缓挪开压在大拇指上的字，凶。沈母猛地收起了签文，转身对沈承猜说：老二，你带你妹妹去扶持祈福，我去找大师解签文。我上前扶起沈母，沈母顺手抓住了我的手说：你记住别离开你二哥。我知道了，娘。我转身笑对着沈承祝道：二哥哥走吧。沈母看着二人离开，一旁的僧人走了过来。阿弥陀佛，小僧带施主去找无尽大师解签。沈母把手上的签文交到无尽大师手中时，无尽大师面不改色地说：此签大凶。沈母脸色白了白，他求的签文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。求大师解签。彼岸花又称长在黄泉路上的花，落在阴阳交界之处，故者回头渴望人间，向前走便是炼狱深渊。如今佛魔降临，必有大灾大难。无尽大师的一番话令沈母失魂一般退后了2步。宋嬷嬷赶紧扶着沈母的身子，替沈母问道：无尽大师，此签可有办法解？无论需要多少功德，夫人都愿意解。无尽大师叹了一声：这是一捆打了死结的绳，难解。那若是将这死结斩断呢？沈母想到了沈莲，如今她的出现令整个沈府人心惶惶。无尽大师刚才解签文的时候，他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初见沈莲时，沈莲那张如夜叉一般丑陋的模样。真让他入了后宫，被太子皇后乃至皇上看到他丑颜的一幕，沈家是不是就完了？他现在后悔死了，当初他就不该将沈莲留在沈府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一切皆有因果，你斩断了，因还在那儿，结果都是一样。无尽大师双手合十，行完礼后便不再与沈母多说。沈母却拦着无尽大师的路：大师，一定有办法解的，你告诉我，我需要怎么做？哪怕改变一点点格局。那贫僧再劝告施主一句：万恶生仇，从善得道，一切归一。副将蒋新贵走到扶持边，对沈承创说：沈二公子，太子殿下在找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先送我妹妹回我母亲那边。二哥哥，太子殿下找你，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。我投完铜板后就回去找娘，你不必送我。但是娘让我寸步不离的保护妹妹。普华寺进了贼人，哥哥不放心你一个人。沈承春道。我看了眼身旁的花荣和花景，罢了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找娘，你不必送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你早日抓到那贼人，也好还普华寺一片宁静。不等沈承睡回话，我就从左边的台阶离开。沈承睡目送他走入菩萨殿，这才转身问蒋新贵：确定人逃进寺内？确定。但是今日是15，来普华寺上香的香客比往常多，不乏有上京城的世家夫人。太子不想得罪了世家，人手不够，
需二公子速回上京带禁军过来。这是太子给的传唤令牌。二公子，别耽搁时间了，快去吧。我走入菩萨殿后，没一会儿又从里面走出来。花荣与花景二人是我的心腹，是我可以信任的人。我让二人紧跟着自己，一个都不要离开我。两人也不敢多问，就默默地跟着我。这一路遇见了不少香客，我在长廊遇到无尽大师，特意上香问道：大师，方才那位解签的夫人，如今在何处？无尽大师看了我一眼，只转身朝后堂的方向指了指，那里有一条很长的长廊，直达藏经阁。他只是指了一条路，并未言明神母在何处。我双手合十，行了一礼，就往无尽大师所指的路快步离去。小僧不解地问：师傅，刚才那位夫人不是在禅房听无名师叔诵经文吗？她要找的人不在那边。藏经阁的门咯吱一声响起，入眼是一片狼藉的场面。书架经文翻倒一片，凌乱错杂的脚印浅深盖在号纸上。很显然，刚才御林军来这里搜过了一圈，偌大的藏经阁被太子的走狗捣得不成模样。看来江家那位唯一存活下来的嫡幼子对太子很重要。花荣、花景，你们二人在藏经阁外守着，我进去找几本经书抄来给老夫人，莫让旁人打扰我。我走入藏经阁，亲手关上藏经阁的门，拴上门塞，这才转身环视藏经阁的四周。普华寺藏经阁典籍有17045卷，是上京城附近的寺庙中所藏经书最多的佛寺。如今有大半被御林军践踏，亦或是被利器劈成两截，散落一地。我一边走一边捡，一直走到了尽头，眼前放着一个神台，供奉着一尊虚空藏菩萨。我扶正一张圆桌，捡起纸和笔墨，找到了一本厚厚的地藏经，把纸墨笔砚及地藏经工整地摆在圆桌上，这才又回身走到神台前。我从地上捡起菩萨的半截上身，然后伸手触摸神台后面的格子墙，横向数了18格，竖向数了18格，就拿起手中菩萨，将其莲花状头冠用力推进我所点到的格子内。只见格子往里凹入，竟与菩萨头身完美相合。面前的墙也向左右打开，露出一方狭小的暗室。满身狼藉的少年郎靠在墙上，他一手持剑，一手捂着中剑之处，满脸警觉地举剑对着他。与此同时，冰凉的利器也从我身后架在了我的脖子处。我心头战栗，微微侧目，望向拿剑抵着我的男人，正是镇国公府的谢小公爷，皇城司都主谢玉锦。他今日没有穿着官袍，而是一袭贴身干练的束绣黑衣，与那日在沈家家宴所见到的谢玉锦不同。此时的谢玉锦浑身笼罩着冷意，对我充满着极大的敌意，全然没有上京城儒雅公子的气息，只剩下阎罗刹面，冷然敌视着我。我头脑清晰地理了理脑海里的措辞。谢小公爷，我是来救他的。抵在我脖子的剑并没有移开。江六公子面色乌黑，口唇暗紫，剑中心脉已然是要害。但我看他面色，射中他体内的箭头必定有剧毒。我是李仙医的徒弟，擅长医术，且不比太医院的太医们差。外面有太子的人四处搜查江公子的藏身之处，你短时间内也没办法把江六公子移出普华寺。从外面请来的郎中未必能取江六公子体内的剑钩，哪怕能取下来，可其毒入骨，所剩下时间不多。配制解药需要时间，而我手里正好有解药。谢玉锦明显是不相信沈家女的话。是太子派你来的？这一事，我与他不属于救命恩人的关系。他对我有所防备，甚至动了杀心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。而用正常人的思维与他沟通，并不能让谢玉锦相信我的话。谢府与沈府原本就是对立的。是。我说完，径直地朝江林走去。谢玉锦也迅速跟在我身后，手中利剑一直对着我的身后，言语充满着威胁。你不怕我杀了你？怕呀。面前的江林虽已撑到极限，可手中的剑也依然对着他。我上前一脚踢飞了江林手中的剑，反手劈晕了江林。江林闷哼了一声，大有一副死不瞑目的架势，龇牙咧齿地晕过去了。我拿出自己随身佩戴的匕首，划开江林的衣物，这才又回谢林的话。你方才问我是不是太子派来的？我若说不是，小公爷铁定不会信我的话。我若说是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为何门外没有御林军，只有我的2个丫鬟？他眉头蹙紧，眸光犀利地望着眼前的少女。他从瓷瓶子里掏出了2粒药丸，一粒他自己吃，另外1粒给江林，似乎有意在当着他的面试毒给他看。他没有开口问话，手中的剑始终悬侧在他脖颈外侧。只要他敢对江林做什么，他必然不会放过他。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命现在在谢玉锦的手里。我自顾自地说：我在木仙医学医时，曾经随师父下山去南疆。师父原本想出一份力量，帮助战乱中的士兵，没想到却先碰到了一群悍匪，将我和师父劫上山。当时
江家军有7、8成士兵在战场上拼杀，誓死守护着商国的疆土，伤亡惨重。江老侯爷收到消息的时候，自己也断了半臂，却在身负重伤时带了1万人，把山寨缴了。我和师父得以从土匪窝里出来，江老侯爷是我和师父的救命恩人，这样说总说得通了吧？而我说起江老侯爷的事迹时，谢玉锦蹙紧的眉头不自觉地舒展开。我继续说道：黑风岭一战，我和师父进入了军营，成为江家军军医。谢小公爷，你一定没有见过赤焰过江。下阴天，赤焰过江，便是那大火烧遍整个茂盛的山岭，火势汹涌，把江边的水都能煮得沸腾起来。被赤火烧过的天是一片红的，可见黑风岭一战，江家军折损的有多严重，尸骨成山，血肉成河。纵然如此，江家军不曾退缩，如今却被按以投敌叛国的罪名，我怎会相信这种混不吝的话？只怕是……我声音突然停顿，引得谢玉锦对我这个女子升起了一丝好奇之心。只怕是什么？太子殿下。不等我回答，门外突然传来花荣与花景的声音。谢玉锦原本放下的剑再一次提起，这一次直接就落到了我的脖子上，而我这边也成功拔出了江林胸前的箭头。我把藏于袖腕底下的缝合伤口所用的钩针与线取出来，迅速给江林缝合伤口。视而不闻窗外之事，动作又快又利索，镇定的模样让谢玉锦不得不相信我是一位曾经上过战场的军医。百里晨的声音也在藏经阁外响起：你们大小姐在里面干什么？回太子殿下，大小姐说想给老夫人抄一些经书回去看。砰一声，明显有人踢了一下藏经阁的门。我也在这时站起身，谢玉锦握住了我的胳膊。得罪了沈大小姐。他将我困于身前，长剑横着抵在我细颈，将暗室的门迅速关上。然而我却在暗室门快关上时猛地扣住了谢玉锦的手腕。谢玉锦只觉得那条手臂酥酥麻麻，与此同时，门外的百里晨起了疑心：抄经文为何还要锁门？把门给姑撞开。是。御林军副将蒋新贵一脚踢开了门，百里晨快步走进藏经阁内。只见我一人坐在藏经阁最角落。百里晨看到这幅场景的时候，心中一抹异常的情绪有那么一瞬间悸动了一下。可看到我抬头看他时，百里晨回过神来。沈阮当真是有心机，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追到普华寺来吸引他目光。太子殿下。在百里晨朝他走来前，我已经起身向百里晨行礼。百里晨来到圆桌前，桌上摆着一张快抄写满1页的经文，字迹锋角犀利，磅礴大气，不似他一个弱女子能写出来的，这倒让百里晨有些意外。这字是你写的？我立刻拿起了经文，像邀功一般递给百里晨看。是啊，给你瞧瞧。他娇柔造作的声色令百里晨蹙起眉头，失去了大半的兴致，训斥他：你好好说话，姑问你话，你如实说来。姑方才看到谢玉锦往藏经阁方向而来，你看到他了吗？问话间，蒋新贵来到格子墙前，拿着剑柄在墙上敲打。就在蒋新贵的剑柄快要敲在墙上时，我也出声打断了蒋新贵。看到了。太子殿下要找谢小公爷吗？蒋新贵听到这话，放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身问道：大小姐在哪里看到谢小公爷？就是在来藏经阁的路上啊。他好像穿着黑色服饰，身边还有一个人。百里晨断定我遇见的那2个人中，有一个便是江林。他身边的那个人是不是长这个模样？蒋新贵拿出江林的画像。百里晨眼眸微沉，言语中透着警告：如实说来，此人犯了重罪，若有半点隐瞒，视为同党。臣女没有看清那人的模样，臣女只看到谢小公爷扶着一个穿着僧衣的人，那个人剃了发，整个人懒懒靠在谢小公爷的怀里。臣女本想上前和谢小公爷打招呼，可是谢小公爷看到臣女后，就带着那位小僧徒往斋房的方向去了。蒋新贵与百里晨对视了一眼。江林若想逃脱，剃掉头发，换上僧人的衣袍，倒是可以遮一遮自己的身份。而2人都没有怀疑我所言是真是假。对他们来说，我是沈家女，是沈家的人，自然没必要包庇沈家的死对头。因此，百里晨对捉拿江林胸有成竹。他抬手一挥，蒋新贵带着士兵迅速撤出藏经阁，赶往我刚才所说的方向。也就在这时，李长福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奴才把沈二小姐接回来了。她在何处？李长福道：奴才看这里重兵把守，就将沈二小姐安排在一处安静的禅房。奴才引太子殿下过去。好，可请了太医。
奴才带去的罗太医说，沈二小姐身子并无病疾，身体比奴才的还要健康呢。百里晨脚步顿住了，他充满着厌恶与敌意的目光重新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沈莲的身子比李长福的还健康，那岂不是在告诉他，沈莲她根本无病疾？这也意味着他先前所猜想的事情都是真的，是沈阮不择手段，使得沈家人送走莲儿。沈阮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飞来横祸，让我说什么了？人家明明是去木仙山治脸，又不是去治病的。你还敢说不是你做局，让你大哥送走莲儿的？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休想再动莲儿。我嘴角一抽，叹了一声，一副很是无辜的模样，问道：太子殿下，你就那么喜欢臣女的妹妹吗？他眼底的嫌恶似要迸发而出，对我的厌烦已然到了极点。姑不喜欢满腹算计的女子，可却有着一颗蛇蝎毒心。姑不动你，是看在沈家与母后的关系。你下次若再动莲儿，姑定让你远离上京城。百里晨放下狠话后，不再看沈阮，脚步匆匆地走出了藏经阁。剩余的那一群御林军也都撤出了藏经阁。很快，藏经阁又恢复了宁静。花荣拿起斗篷为我披上，花景拿着斗篷的袖边低声说道：哎呀，这袖口染了墨。我低头看了看，那袖边上染的是墨，也是江陵的血。太子殿下，百里晨第一次对沈承霄生出不满，他眸底叠满怒意，免不了责怪两句。他已经是姑的准太子妃，你们不该为了偏袒沈阮，就将他打发出上京。谁说要把沈莲打发出上京城了？他们沈家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抗旨啊。沈承霄解释：太子殿下，微臣……你不必解释了。姑今日一早去了沈府，母后想见莲儿表妹，这段时日，母后会留莲儿表妹在宫学规矩。没有去看沈承霄的脸色，百里晨走入了禅房。沈承霄僵在了原地。他们今日本是要送沈莲上木仙山求医，医治脸上的胎记。可马车刚到木仙山山脚下，太子的人李长福带着一群人马来势汹汹，拦下他们沈家的马车，还拿太子来压他，要他立刻把沈莲送回京城，否则就按他个谋害未来太子妃的罪名押他回京。他从没料到太子会为了沈莲痴魔到这个地步。等将来发现沈莲脸上的缺陷时，不知沈家要落下什么难。百里晨走入禅房时，沈莲就站在房门。她穿着高领斗篷，半张小脸掩在白茸茸的领子里，露出一双杏眼，灵动澈亮。右边眉眼间缀着一朵红梅，百里晨所有的目光被那朵红梅吸引。傲雪红梅，碧墨如画。莲儿妹妹，你受苦了。他情不自禁地露出爱慕之意，也心疼她在沈家的地位，忍不住伸手去握沈莲的手。可沈莲如同惊弓之鸟，在百里晨靠近她的时候，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，把自己的脸往左边转，然后抬手用宽松的袖袍半遮面容。太子殿下，莲儿旧疾发作，怕将病气过给殿下。柔缓的音色刚落，百里晨便握住她手腕。你不必在姑面前装了。沈莲猛地一怔，瞳孔席卷一抹惊惧。太子殿下莫非发现她脸上的胎记？想到这，沈莲身子打了几个寒战，冰寒之意笼上周身，嗓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恐慌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我没有想要骗你，他双腿发软，无力的重重跪在百里晨面前。百里晨心疼不已，在他跪下的那一刻，把沈莲从地上扶起，揽入怀中。怀里的人瑟瑟发抖，他暗暗后悔，方才不该用那种语气和他说那样的话。你别怕姑，姑也不怕你的病气，姑只是怪你，不该和你的家人合起伙来骗姑说你旧疾复发，害姑担心你。姑既然选择了你，你以后也莫要委屈自己。沈莲听到这番话，神情愣住了。原来太子殿下并不是发现他脸上的胎记，可他心头的那份喜悦还未来得及好好消化时，百里晨接下来说的话却叫他胆战心惊。姑知道你在沈家不容易，所以姑亲自出宫接你入宫。等到你我成亲之日，你再回水沈家出嫁。他眼前一黑，险些被他这番话吓晕了过去。他这样入宫见皇后，勉强能遮掩一二，可若是留在宫中学规矩，到时候定会被识破的。不，他不能就这样入宫。他突然想到了沈阮。太子殿下，我想先见大姐姐。夫人，大小姐在那儿。宋嬷嬷看向从长廊走过来的沈阮，抬手指了指。沈母快步走向沈阮，一把握住了我的双手，目光由上至下看了一遍。你怎么自己一个人？护华寺越来越多官兵出入，我不是叫你别离开你二哥哥吗？娘，二哥被太子唤去了，我回来找娘，娘不在菩萨殿，恰好路过藏经阁，我就给祖母抄写了几份经文。我从花荣的手里抱过一个橘黄色的小匣子，他打开匣子，把自己抄写的经文给沈母看。
沈母的目光被长女所写的经文暗暗惊艳了一把。她一直知道我习得一手好字，眼下她所写的字又精进了。反观沈莲，娘，大姐姐。沈莲的声音令沈母猛地回过神来，她转身看自己的身后，见沈莲不知何时出现在普华寺。沈母眼皮子一跳，冷着脸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百里晨站在另一个长廊的台阶上，双手负背，缓缓走来。是姑派人把莲儿表妹接回来的。沈莲咬紧唇瓣，迫切的希望能与我聊一聊，可沈母的脸色却不太好看。太子是疯了吗？好好的把人接回来做什么？他心里抱怨，面上却不敢显露半分。臣妇见过太子殿下。百里晨停在了沈莲的身旁，面对沈母的时候，他尚且还能给她一些好脸色。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时，那仅存的一点善意悉数灭尽。他语气带着警告与命令：“莲儿表妹有话同你说，你们二人去对面那座亭。”我目光朝亭子瞥去，心中差点笑翻。百里晨莫非怕我对沈莲做什么，特意挑了个可以监视我的地方盯着我呢？莲儿莫怕，姑在这里等你，你过去吧。低垂着眉眼的沈莲微微抬眸看了看我，道：“大姐姐，我有话同你说，我们去那边的亭子聊吧。”好啊，我来者不拒，点头回应。沈母却烦躁的不行，她望着沈莲，如今正是腊月霜雪时节，沈莲可以借衣物遮挡住脸上的胎记，可若等秋分过后，入夏时又该如何遮掩？想到这个问题，她就头疼。在我从她面前走过时，沈母伸出手握住了沈软，拉着她走到了一旁，压低声音道：“软软，如今全家人的性命都系在你的手上，一定要渡你妹妹破眼下困境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百里晨就像看贼一般，沉着脸道：“沈夫人，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偏要悄悄地与沈大小姐说？”我暗暗叹了一声，握紧沈母的手，声音十分响亮的道：“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管教好妹妹的。”去对面的翠波亭时，我还不忘了轻拍沈母的手，安抚她焦躁的情绪。我与沈莲二人并肩同行，一起走入翠波亭。沈母看到这幅画面，想起今日求的签文：彼岸两生花，画一佛一魔，手持万魂帛，落笔满门窟。如今我沈莲站在一块儿，不就如同一佛一魔两生花吗？沈母呼吸困难，扶着长廊的把手坐在了长椅上。沈家不能就这么完了。